我本是为帝国打下江山的二皇子，可回京却只得到母妃意外病逝的消息。我看着我的青梅成了太子的女人，而我的座次甚至不如那个跪地请降的南疆降将。父皇说我居功自傲，目无君上，令我罚俸3年，闭门思过。太子更是到了要杀我的地步，而我的亲卫甚至不足800人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真男人从不玩身为继承。800就800，800人先下手为强。爱你老哥，玄武门见。此时的我刚回府，却发现王府已被3000禁军包围，领兵者身着铠甲，腰悬宝剑，正是太子心腹金吾卫大将军周勃。二殿下，太子殿下有令。周勃抱拳，笑容里带着不加掩饰的恶意。明日卯时前，请殿下入宫请罪，否则以谋反乱处。可我只是扫了他一眼，径直入府，脚步不停。王府内灯火幽暗，军师郭秀早已等候在书房内，他满脸焦虑，眉头紧锁的能夹死苍蝇。殿下，情况不妙，禁军2万，9门提督是太子姻亲，而我们只有800亲卫。我没有说话，而是走到书架前，指尖在书籍上一一划过，最终停在一本泛黄的《孙子兵法》上。书页中间夹着一幅羊皮鱼图，我将鱼图缓缓展开，铺在案上。郭秀凑近一看，倒吸一口凉气。图上密密麻麻标注着皇城的每一处暗道，每一个换防时辰，每一名守将的姓名、籍贯、家眷、软肋，甚至连禁军巡逻的路线都精确到每一刻钟。这是……郭秀声音发颤，14岁那年，父皇第一次把我扔去边疆，说是历练。我指尖划过鱼图，像在抚摸一件珍藏已久的宝贝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开始画这张图了。10年，整整10年。郭秀浑身发冷，他突然意识到，眼前的我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可怕。殿下早就预料到今天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指尖落在鱼图上的一处。东宫，李元丰今夜在东宫设宴庆功，得意忘形，府中护卫不足500。殿下的意思是？我依然没有回答。我走到案阁前，伸手在一块青砖上按了按，案阁弹开，露出一枚通体漆黑的虎符，上面刻着4个鎏金大字：北境都督霍青云。他的命是我的。我闭上眼，像是在回忆很久远的事。12年前，我8岁被扔去北境历练，在死人堆里捡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少年，我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喂他，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给他，3天3夜，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拽了回来。那个少年如今是北境大都督，手握20万铁骑。郭秀终于明白了，原来一切早在12年前就已埋下伏笔。我将虎符收入怀中，声音冰冷如铁。子时3刻，800玄甲直扑东宫，同时派死士出城点燃烽火。那是我与霍青云的约定。3个月前，我已命人送去密信。3个月前，殿下那时还在南疆。军师，我打断他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在南疆杀敌是真，谋划今日也是真。我从来没指望过父皇的封赏，我很清楚我的母妃是怎么死的。我的母亲曾经是带着家族支持他起兵灭陈的第一任妻子，可皇帝从未爱过她，就连我也只是他手中的一把刀。郭秀张了张嘴，还想说什么，却被我再次打断。军师担心800对10万，霍去病800骑，奔袭匈奴，斩首2000，张辽800部族冲阵，杀得孙权10万大军胆寒。我转身看着窗外，眼中燃烧着滔天的野望。待到秋来9月8，火花开后百花杀。朕的东西无需他送，朕自会来取。等我来到府外大院，只见800蒙面玄甲兵士齐齐跪地，拜见殿下。我看着众军士，眼里闪过一丝狠戾。10年了，我不识诸君，诸君亦不识我，但我们的性命早已绑在一起，生死与共，无事报至。今日若胜，我李长安必以救命之恩厚报诸君；今日若败，吾必先诸君而死。追随殿下，万死不辞。我缓缓举起剑立于眼前，夜晚的大风吹乱了我的头发。此时月隐云中，杀气如霜。我率800玄甲抵达玄武门时，却发现城门大开，火把通明，上万禁军严阵以待。而城门正中，一人鎏金战甲，手持宝剑，冷笑以对。那是太子李元丰。二弟，本宫等你很久了。我勒住战马，目光如刀。大哥好雅兴，亲自来送死。送死？你以为暗道的事只有你知道？本宫的绣衣卫可不是吃素的。1万禁军在此，800乌合之众也配叫嚣？大哥，玄武门对涛，谁赢谁天子。李元丰笑容一僵，他拔剑怒喝声震云霄。杀光叛军，取李长安人头者，赏金1两，封万户侯。上万禁军如铁甲洪流，轰然冲杀而来，大地震颤，马蹄声如雷，而我却是丝毫不惧，带着800死士如尖刀刺入敌阵，盘龙硕横扫，3颗头颅冲天飞起，血雨染红了我的玄甲。我纵马直冲，朔风所过无人能挡。一名禁军校尉挺枪刺来，我侧身闪避，反手一槊，贯穿其咽喉，尸体被高高挑起，甩飞出去，砸倒一片禁军。放箭，射死他！城墙上弓弦震颤，箭雨倾泻而下，我却毫不躲避，任由箭矢叮叮当当砸在甲胄上。这套甲胄是我在北境用3头狼王的皮毛换来的，玄铁打造，
道，重60计，寻常刀剑难伤分毫。转眼间，我已杀穿前阵，直逼李元丰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李元丰咬牙切齿，目眦欲裂，他猛一咬牙，拍马冲出。李元丰剑法凌厉，竟一连攻出13剑，招招致命，剑光如匹练，裹挟着凌厉的剑气，逼得我连连后退。二弟，你以为本宫在东宫只会饮酒作乐？他再攻3剑，每一剑都带着必杀的决心。可电光石火间，我看准破绽，盘龙槊猛然上挑，震飞他手中武器，再反手横扫，重击李元丰腰侧。李元丰坠马吐血，在地上翻滚了2圈，他挣扎着站起，但甲胄已经凹陷，肋骨断了3根。李长安，杀了我，你就遗臭万年！弑兄之人，天理难容！我翻身向马，一步步向他走去。大哥，我俯身凑近李元丰耳边，声音轻得像恶魔的低语。史书是胜利者写的。黎明将至，寒风卷着血腥气在玄武门前盘旋。我单手拎起李元丰的头颅，缓步登上城楼，悬甲染血，在晨曦中泛着暗红色的光泽。身后800死士，如今只剩500余人，他们沉默跟随，铁甲上满是刀痕剑骨。我停在城楼最高处，逆贼李元丰结党营私，欺君罔上，戕害忠良，今日以血祭旗。太子的头颅悬于高处，双目圆睁，死不瞑目。城下禁军浑身发冷，无人敢抬头。他们的主将死了，他们的太子死了，他们的主心骨没了。禁军副将何进第一个跪地，他浑身发抖，却毫不犹豫地将额头重重刻在青石地面上。愿为殿下效死！禁军齐声跪地，铠甲碰撞声如雷霆。我冷眼扫过这些人，我知道这不是忠诚，是畏惧，但足够了。传令封锁皇城9门，太子当狱，杀无赦。军师郭秀快步跟上，满脸忧虑。殿下，是否太急了？若朝中旧臣反扑，我侧目指向东方渐白的天际。军师，天亮了，天亮就没有回头路了。要么登上95至尊，要么死无葬身之地。我从来不走回头路。皇城甬道幽深，青石板上血迹未干。我带着亲卫，踏着猩红晨光前行，转过宫墙拐角，一队人影仓皇奔来。为首之正是柳若依，那个我曾经的青梅竹马。她身后跟着7、8个东宫侍女，一个个面如土色，瑟瑟发抖。柳若依抬头，与我四目相对，时间仿佛凝固。太子殿下，她声音发颤。太子殿下何在？我面无表情，继续向前走去。站住！柳若依厉声喝道。你怎敢带兵擅闯内宫？太子殿下何在？我脚步未停，声音冰冷。死了2个字轻描淡写，却如一道惊雷在柳若依头顶炸响。什么？她如遭雷击，踉跄后退2步。不可能！你骗我！她疯狂地摇头，发髻彻底散乱。我停下脚步，我缓缓转身，目光落在柳若依脸上。1万禁军已经跪在玄武门下。柳若依浑身发抖。李长安，你弑兄篡位，你……一记耳光，柳若依被抽翻在地，发髻彻底散乱，嘴角渗血。她趴在冰冷的青石板上，不可置信地抬头。你敢打我？我俯身，一把掐住她的下巴，逼迫她抬头与我对视。这一巴掌还你当日的羞辱。还记得你曾经送我的那枚香囊吗？你踩碎它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天。柳若依浑身颤抖，却仍强撑着冷笑。李长安，你以为杀了太子就能赢吗？父皇不会放过你，满朝文武不会。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长说不知何时已抵在他咽喉，锋刃上的血珠滚落，染红了他雪白的脖颈。柳若依，再多说1个字，我就让你去陪太子。柳若依僵在原地，眼泪无声滑落。我收缩转身，再未看他一眼。前方太极殿的轮廓已在晨光中清晰可见。郭秀快步跟上，低声道：殿下，柳家势力庞大，此时杀他恐生变数。杀他！太便宜了！我抬眸望向太极殿方向，眼中寒芒如刀。我要让他活着，亲眼看着我是怎么坐上那个位置的。太极殿内，皇帝坐在龙椅上，手中茶盏微颤，茶水早已凉透。他等了1夜，从子时的喊杀声到寅时的寂静，再到此刻的脚步声，殿门轰然洞开。我踏着血靴而入，身后亲卫列阵，杀气森然。父皇，儿臣来请安了。父皇望向殿外，禁军无人阻拦，宫门大开。他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。逆子，你弑杀亲兄，你……一颗头颅滚到御阶上，李元丰的头颅，那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。李凤瘫坐回龙椅，面如死灰。我走到龙椅前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这个曾让我敬畏，如今只剩厌恶的老人。父皇，我忽然伸手，一把撕开自己的战袍，满身狰狞的伤疤暴露在晨光中，纵横交错，新伤叠旧痕，触目惊心。南疆3剑。我指着肋下最深的剑伤，声音炸裂：儿臣带着这支剑追杀3天3夜，砍下南诏王的脑袋，献于父皇座前，西域12刀。我扯开肩甲，露出横贯后背的刀疤。儿臣凭这些伤，踏平西域3国，为大夏拓土千里，净血液。我指着胸口一道狰狞的剑痕。儿臣在雪地里躺了1夜，第2天爬起来继续杀敌。我从怀中取出一封泛黄的密信，在父皇面前徐徐展开。3年前，父皇给南疆守将的密旨，若李长安孤军深入，不必救援。李凤脸色惨白，嘴唇剧烈颤抖。这封信的意思是让儿臣死在南疆。
让您的亲儿子死在异族的乱刀之下，死在您的阴谋算计之中。我将密信扔在父皇脚下，从袖中取出一卷空白圣旨，在龙案上徐徐展开，写禅位诏书。李凤颤抖着摇头：“你这是谋反！史书会记载你弑君篡位，谋反！”我笑了，笑声阴冷刺骨。父皇若不写，明日史书上会记载太子李元丰起兵谋反，蓄意夺权，将先帝诛于太极殿。我俯身凑近父皇耳边，而臣会是那个痛哭流涕为父报仇的孝子。李凤的手死死攥着铸笔，浑浊的双眼死死盯着我。你会遭报应的，会遭报应的，你会变成和朕一样的人。报应！我一把扯过诏书，在他面前晃了晃，儿臣等着。朱笔颤抖落下。朕年老体衰，即日起传位于二皇子李长安。最后一笔落下，玉玺重重盖在诏书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仿佛一个时代的终结。我接过诏书，看都没看一眼，递给身后的郭秀。我俯身替父皇扶正了皇冠，动作轻柔的像在对待一件易碎的瓷器。父皇，您知道儿臣最恨您什么吗？李凤愕然抬头：“你不该如此对，更不该如此对我母亲。送太上皇去西苑颐养天年，无旨意，不许探视。”玄甲卫上前架起李凤向外拖去，李凤疯狂挣扎，老迈的身躯在甲士手中显得脆弱。你的兄弟不会放过你，他们会。然而就在此时，殿外3声炮响，震得窗棂嗡嗡作响。郭秀快步入殿，面色凝重。殿下，燕王、蜀王、楚王3路兵马已至城外50里，号称30万大军。城楼之上，我负手而立，远处烟尘滚滚，3路藩王的旌旗在地平线上连成一片。遮天蔽日，燕王李元策金甲耀目，纵马至城下，长戟直指城头。逆贼李长安，弑兄逼父，人神共愤，速开城门受死！蜀王李怀瑾、楚王李慕白的军阵中爆发出震天吼声，声浪如潮，似要将长安城淹没。我冷眼俯视，忽然抬起手中布袋：“3位弟弟！”我声音不大，却让城下数万人听得清清楚楚。大哥的脑袋在这儿，要不要上来认领？蜀王李怀瑾当场干呕，险些从马上栽下去。楚王李慕白面色铁青，握着缰绳的手青筋暴起。燕王李元策怒吼：“放肆！”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：“3日之内，退兵者赦，不退者死。”李元策大笑：“就凭你城中那几千人，本王30万大军踏平长安，易如反掌。”可他话音未落，就有探马狂奔而来，探子几乎从马上滚下来：“报！北京大都督霍庆余率20万铁骑，距长安不足100里。”3王阵中大乱，士兵惊恐地四处张望，将领们面面相觑。20万北境铁骑，那是大夏最精锐的军队，常年与匈奴厮杀，战力彪悍无匹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：“3位弟弟，他们3个月前就在路上。”李元策脸色骤变：“你早就……本王在边疆10年。3位弟弟以为本王只是在杀敌。”丞相，30万大军开始骚动。所谓30万，精锐不过10万，其余都是临时拼凑、没有训练的新兵。若与北境铁骑正面交锋，无异于以卵击石。可楚王李慕白依旧打算孤注一掷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殊死一搏。他率3000亲卫冲向城门，势如风虎。可就在此时，一支羽箭破空而来，正中他胸口。李慕白坠马，用手捂着胸口，血从指缝间喷涌而出。他挣扎着想要站起，却只能在不甘中永远的倒下。城楼上，我收起长弓，而霍青云也已赶到。他率20万铁骑如黑色洪流从城外涌来，将3王联军夹在中间，如瓮中捉鳖。蜀王李怀瑾当场跪地投降，哭得声泪俱下。燕王李元策被生擒，城外血流成河。次日太极殿，文武百官鱼贯而入，低着头大气不敢出。当他们抬头看见龙椅上那道玄甲未卸的身影时，整个朝堂瞬间死寂。我斜倚龙椅，指尖轻敲扶手，发出沉闷的哒哒声。诸位爱卿，可还记得本王？37名太子党扑通跪地，磕头如捣蒜。陛下饶命，臣等有眼无珠。当年本王南疆孤军，是谁上书反对增援？户部侍郎浑身发抖。臣是奉太子之命，拖出去斩！陛下饶命！陛下！惨叫声戛然而止。我扫视群臣，还有谁？朝堂上演狗咬狗，你指我，我指你，互相攀咬，丑态百出。最终63人被清洗，人头滚落，血染12根盘龙金柱，唯独垫脚一名绿袍小官始终沉默。你，我指向他，为何不说话？那人抬头，面容平静。臣没有证据的事，不敢乱说。我愣了一瞬，满朝文武为求自保，恨不得把祖宗18代都供出来，唯独这个7品小官，在这种时候还能保持冷静。你叫什么？臣苏定方。好，传旨。
苏定方任御史中丞。苏定方叩首谢恩，接着柳若依被押入，他已被关押月余，形容憔悴，昔日的明艳荡然无存，锦袍染尘，发髻散乱，嘴角还带着干涸的血渍。我从袖中取出一卷名册，随手扔在他面前。365人，城中乞丐、病患、囚犯都在上面。柳若依愕然，不明所以。我嘴角勾起一抹讥诮的弧度。朕念在往日情分，许你一天换一个男人，够你换1整年。柳若依浑身发抖，终于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她扑上来，抱着我的腿。李长安，你不如直接杀了我。我低头看她，眼中没有丝毫怜悯。杀你太便宜了。我弯腰捏住她的下巴，逼迫她抬头。朕要你活着，日日尝尽背叛的代价，生不如死。柳若依被拖走时却没有哭闹，她笑了，笑得凄惨。这是你的命，也是我的命。我没有回头，我独自走向龙椅坐下，指尖轻轻抚过，扶手上一道浅浅的剑痕，那是当年李元丰与我再次争执时留下的。我沉默良久。永安元年正月初1，我正式登基大典，改元永安，九重宫门，次第洞开，旌旗蔽日，钟鼓齐鸣，各国使臣贵服单臂，山呼万岁。我身着玄色冕服，12芒白玉珠帘垂落，遮住我如刀锋般冷峻的眉眼。可下一刻，却有名匈奴使臣抱起，袖中匕首寒光一闪，直刺我咽喉。可他没想到的是，我身旁的霍青云一箭射穿他的咽喉，嗖，23名刺客被当场搜出，尽数斩首，鲜血喷洒，染红了汉白玉阶。各国使臣瑟瑟发抖，跪伏在地，无人敢抬头。我缓缓起身，拔出腰间佩剑，剑锋划过，传过玉玺，玉玺一角崩裂。子朕使。我高举玉玺，声音如雷。大夏天子必有杀性。可倭国使臣藤原秀次冷眼旁观，傲慢不跪。他昂首道：我倭国乃日出之国，不贵他国君主。天皇陛下与大夏结秦晋之好，请约定赐公主和亲。殿内骤然死寂，我缓步走下单壁，停在藤原秀次面前。和亲。我嘴角勾起一抹讥嫌的笑容，我一脚踩碎对方膝盖骨。藤原秀次惨叫倒地，在地上翻滚。我俯视着他，声音冰冷：朕送你们一份大礼，3个月后水师东征倭岛。永安元年4月，800战船跨海东征，遮天蔽日，大夏水师如乌云压境，杀气冲霄。倭国舰队仓皇应战，只见200火船冲入倭国舰队，海面瞬间化为火海。倭军大多身着木甲，他们惨叫着跳入海中，却被海中的热油活活烫死。这一战，倭国水师全灭。几月之后，王城破，倭国天皇跪地求和，涕泪横流。大夏皇帝陛下，我愿割地称臣，连年纳贡，只求保全性命。我骑在战马上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。朕不要藩属，只要灭国斩。天皇的头颅滚落，王室尽诛。我站在废墟上，望着这片焦土。传旨，从今日起，这片土地更名东海郡，这里不再有倭人，只有夏人。倭国灭国的消息传遍天下，万邦震恐。西域36国联名上书，愿割地千里求和。我看都没看，只说了一句话：朕的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酣睡？大夏铁骑西征，2年内横扫西域、波斯、大食，每攻下一城，必屠尽王室，不留后患。波斯公主娜扎利跪在我马前，献上王冠，求陛下饶命，愿为陛下侍妾，永世枕席。我接过王冠，在手中把玩片刻。朕不收降妃，只收版图。剑光一闪，公主香消玉殒。3年后，太极殿，我站在寰宇图前，图上已无空白。东至倭岛，西至大食，北至草原，南至南阳，尽归大夏版图。霍青云跪地禀报：陛下，四海之内再无敌国。我望着那张地图，沉默良久。传旨，朕即天命，兴碑文刻成，立于太极殿前。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，日月所照，皆为华夏。天下一统后已是多年，一名神秘女子求见，自称有关于柳若依的消息。我本不欲见，但女子留下遗物，正是当年被踩碎的香囊，竟被缝补完好，一针一线，密密麻麻，仿佛在缝补一颗破碎的心。我愣住。那晚，我在御书房召见了那名女子。女子跪在地上，缓缓揭开面纱，她昔日的明艳荡然无存，只剩一双眼睛。但我依稀能辨认出她，柳若依。你没死。柳若依跪在地上，她呈上一封血书，我展开，越看越是面色铁青。信是李元丰临死前所写，信中揭露逼柳若依背叛我的不是太子李元丰，而是皇帝李凤。当年父皇以柳若依全家300口性命为要挟，逼她嫁入东宫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斩断我在朝中的助力，让我孤立无援。柳若依的背叛不是为了荣华富贵，是为了保全家人性命。我握着那封信，沉默良久。窗外夜风呜咽，吹得烛火摇曳不定。你全家。我声音沙哑，在我嫁入东宫的第3天就被灭门了，300口人
一夜之间尽数死于瘟疫。柳若依泣不成声，我闭上眼，我以为她贪慕虚荣，攀附权贵，却不知她也是棋子，和我一样，都是李凤手中的棋子。当夜我赶往西院，太监跪地禀报：太上皇几月前已病故，临终前留下手书，命奴才转交陛下。我接过手书，在烛光下徐徐展开。长安，你赢了，但你会发现，坐在那个位置上，你会变成和朕一样的人。朕知道你有帝王之才，正因如此，朕才要毁掉你。朕在位一日，便不允许任何人威胁朕的皇位，哪怕是亲儿子。你恨朕，朕知道，但朕告诉你，皇位这东西一旦坐上去，就下不来了。你会像朕一样，猜忌所有人，防备所有人，直到众叛亲离，这是帝王的宿命。逃不掉的。我握着手书，指节泛白。我将手书投入火盆，看着它化为灰烬。回宫后，我下令彻查当年放走柳若依的老太监。查出的结果让我毛骨悚然。那老太监是燕王李元策的人。李元策虽死，却早已布下暗棋。他的势力已渗透进禁军、朝堂，甚至我身边。一场针对我的刺杀正在酝酿。一天夜里，月黑风高，300死士夜袭皇宫。他们身穿禁军铠甲，手持利刃，无声无息地摸向寝殿。但我早有防备，寝殿内血流成河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300死士无一生还。最后一名刺客被逼入死角，缓缓转身。我愣住，他是苏定方，我亲手提拔的御史中丞，那个在血洗朝堂时唯一保持冷静的人。苏定方冷笑，嘴角溢出鲜血。陛下，臣等这一天等了10年。燕王殿下说，只要臣能取信于陛下，终有一日能为他报仇。我声音平静，你是燕王的人？不。苏定方摇头，臣是大夏的人，但臣只忠于大夏，而不忠于你。陛下，醒醒吧，陛下，莫要再造杀孽了。他盯着我，眼中满是疲惫和悲凉。陛下，您杀了这么多人，夜里睡得着吗？我沉默片刻，剑光一闪，苏定方倒地身亡。我望着他的尸体，沉默良久。几十年后，太极殿内我独坐龙椅，霍青云战死边疆，郭秀病逝家中，我的身边再无故人。偌大的宫殿，空旷的能听见回音。柳若依被我赦免后，远走江南，再未回京。临行前，他只留下一句话：长安，这是我们的命数，只是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好像又看到了他孩童时期的模样，与我在母亲前嬉戏打闹。是啊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我翻开史书，上面记载：永安帝李长安一统寰宇，威震四海，扫灭倭国，荡平西域，功盖千秋。我在后面又写了几句话：晚年独居深宫，驾崩时，殿内仅有一枚旧香囊相伴。我合上书卷，想起燕王临死前的话：二哥，来世别再生在帝王家。窗外明月高悬，清辉如水。我轻声自语：来世就做个普通人吧。我闭上眼，手中紧握着那枚缝补过的香囊，香囊上绣着4个字：长安平安。夜风吹过，烛火摇曳，一代雄主就此长眠。